这是我初步整理的诽谤记录。今早我已经到公证处做过证据保全了，辛苦两位律师看看还有什么要补充的。不然你单独加他微信吧，他工作群太多了，可能有的时候看不过来。我加许怀颂的微信。4308。当年把他的个人资料来回翻了3年，都没找到理由加他好友。10年后，这理由倒是来了。老天是不是也太造化弄人了？该说什么呢？许律师，你好，我是阮玉。不行，这太正式了。不行，这太呆板了。哎，那怎么办呀？不行，不能加。这单独跟他聊小说内容也太尴尬了，万一我露馅了呢？人家一个外行的小姑娘，居然宁愿单独摸索着去做证据保全，也没让你协助，看来是真不想跟你打交道啊。怎么加上好友的？那我刚刚的验证信息内容是什么？啊？许律师你好，我是阮玉。许律师，如果方便的话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那个，我发来的验证内容是什么？啊？不好意思，许律师，刚才的验证信息我不小心按错了。许律师，你现在在美国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。
抱歉打扰你休息了，等你方便的时候我们再谈吧。咖啡白喝了？旧金山时间下午5点吧。下午5点。啊？8点？岂不是一睁开眼就要跟他谈案子了？没事儿，好歹还隔着1万多公里呢，不用面对面谈。还早。这么迟了。在加州当律师，许怀松应该不是这么清闲的人吧？不会干等我的吧？许律师，实在抱歉，我起晚了，你现在有空吗？那直接开始吗？面谈吧。他不是在旧金山吗？视频。视频？冒昧请问，这个案子有必须要视频面谈的部分吗？不好意思，我现在不太方便。多久？都说在前男友面前不能输阵，前男神跟前男友只差了1个字，这么邋里邋遢也不行吧？10分钟。最爱的毛衣，换了新裙赶过溪，风在窗前跳舞呢，想知道我要见你。手机屏幕闪一下，是不是你发消息？心跳刚好1/8，这感觉很熟悉。镜子里微笑，再确认口红的色号。
许律师，我这边可以了。许律师好。阮小姐的原稿篇幅有点长，我先粗略的过一下。比较长的话也可以不看。写的还不错，可以看得下去。谢谢。许怀颂这个家，还真是冷不溜秋，毫无生气啊。许律师，你喝的这是黑咖啡吧？这么大口喝黑咖啡，我还是头一次见的。习惯了。反调色盘的制作有什么想法吗？啊。阮玉啊，阮玉，你在干什么？许律师，不好意思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那个，许律师，我去拿一下资料。许律师，那个，之前呢，一位业内的朋友已经帮我做了一部分的反调色盘了。我从中摘取了几个例子，觉得可以作为反击的方向。说说看。第一个方向是情节上的，比如我在第10章写到的男主角和几个配角的对手戏，就是吃炸鸡那个情节。你放学弄个梯子来，放后门墙根那儿啊。什么梯子干什么呀？你明知故问，当然是翻墙出去买炸鸡啊。许怀颂这种清冷优雅和露水长大的人，难道会跟他们沆瀣一气，为贪吃炸鸡违反校规吗？你作业写完了吗你？我没兴趣。什么写啥呢？写什么作业呀？你不去，你不去，我把手机给老阮了。哎呀，完了！要是交给我爸那暴脾气，许怀颂就完蛋了。吃炸鸡不行，我得想想办法。去不去啊？谢谢老师，等我用完了，我马上给您还回来。不急的，这个梯子让老师慢慢用，回头得空还回来就行啊。谢谢老师。许怀颂，这下他们不会为难你了吧？就算是真实发生的事儿，但过了这么多年，他应该也不记得了吧？这个情节怎么了？这个情节写诗人那边也有，但是仔细看，我们的描写意图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这边是女主视角，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她的暗恋心迹，但是写诗人那边是男主视角，
后续是一段男主角的心理描写，说他其实很喜欢吃炸鸡，但只是因为当时女主角就在附近，他觉得翻墙这个行为很丢脸，所以才故意表现得不食人间烟火。我觉得写诗人写这个情节是为了体现男主角的表里不一。你没事吧，徐律师？所以，后来把梯子还回去了，你有挨罚吗？他问的是我，不是书里的女主。难道他已经看过我的微博，知道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啦？徐律师，你看过我的微博吗？没有啊。阮小姐的微博有什么我需要特别关注的吗？如果有，我现在可以看一下。没有，都是些不重要的东西，没有什么需要看的。我们继续。刚刚说了哪儿了？哦，刚刚说到我把梯子……哎呀，不是，我都被徐律师你说晕了。徐律师，我纠正一下，我们现在聊的不是我本人，我们说的是我小说里的主人公，而且你刚才那个问题跟我们的案子也没什么关系吧？阮小姐，为了这个案子能够取得我们双方共同的满意，作为你的代理律师，我希望你能够100%的信任我，而不是质疑我的专业能力。哦，那女主有没有受罚，跟这个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啊？写诗人写了，第二天，男主看到了女主在罚站。如果说你的女主也挨罚了，幸好我觉得女主太惨了，所以没把这段写进去。徐律师，你真是目光如炬，我刚刚差点错怪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继续第二个情节吧。哦，第二个方向是人设上的。虽然呢，这两本书有很多撞梗的地方，但是男主的人设其实很不一样的。在我的小说里，男主男主安静优雅，成熟稳重，虽然性格高冷，但是内心很温柔，还是很有内涵的学霸。哥，我又把阮玉学姐的小说重新看了一遍，怎么在她那儿你就成了这么一朵高岭之花了呢？哥，你以前是不是每天在她面前装模作样啊？哦，现在看来阮玉学姐应该喜欢那种调调的。哥，你要小心哦，不要人生崩塌哦。你作业太少了。但写诗人那边的男主，我总感觉，如果说我的男主气质比较像是《流星花园》里的花泽类，那写诗人的男主反而有点像《流星花园》里的道明寺。
动了，这是我给阮玉的。哦，阮玉，又是给阮玉的，这个给阮玉的。这个阮玉天天来追啊，那必须。喂，女人，刚在食堂看到你爱吃的烤玉米，拿去。不必，又是你啊！什么十班道明寺？你以为你什么霸道总裁吗？哼，幼稚！看什么看啊？不知道阮玉是我看上的人啊？我没有把你告到老阮面前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你要是再对我死缠烂打，打扰我学习，咱们就教导主任办公室见。阮玉。还有，道明寺了不起啊！我喜欢的是花泽类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，我可能说的太复杂了，简单总结一下就是，我觉得写诗人的男主很贪玩，很幼稚。那个年龄的男生，不都差不多？怎么没有？怎么会差不多呢？写诗人的男主跟我的男主可差太多了。你看他成天为了炸鸡可乐费尽心机的，这还不贪玩吗？而且他为了博得女主好感，每天都在女主面前装模作样，这还不幼稚吗？这跟我的男主一点都不一样。我记得后面还有一些情节可以证明，你等等，我找给你看看。不等了，今天的会就先到这儿，改天继续。这么突然就挂了吗？怎么好像还有点生气啊？我说的又不是他。做啥梦呢，大兄弟？能问出这种问题，那这辈子是铁定做不了高冷贵族了。高冷要优雅，要胸有成竹。这么高冷吗？不对劲，很不对劲。许律师，你睡了吗？没什么要紧事儿，我就是想请教一下，今天的会上我是不是哪里说的不对？你怎么突然挂了视频啊？没有，当时来了别的工作。不过我也确实认为，阮小姐带着强烈的个人情感，大肆批判对方的男主，这样不客观、不理性的状态，并不适合继续谈案。原来是因为这样，太严格了吧？许律师，你误会我了，我那只是因为看你不认可两个男主的不同，有点着急。
我认。喜欢的根本就不是我，这个牌怎么摊？精英律师就是不一样哈，时时刻刻要保持客观理性。他约你后边开会的时间了吗？没有。但愿他是被什么大案子给绊住了，没什么时间再给我开视频会议了，不然我这一天天的就跟上学监考似的。也不是不可能啊，我查他的资料，他在美国负责的 SJ 侵权案，当年可是引爆外媒讨论，说年轻有为的许律师单枪匹马帮 SJ 起死回生。据说啊 ，SJ 现在付给他的法律顾问的费用，都够他后半辈子吃穿不愁啦。这么厉害？不枉我当年暗恋他那么久，说明我眼光还是很不错的。你光眼光不错可不行，他那么聪明，你确定自己没穿帮？小姐姐，谢谢你啊，我们自己再试试。好的。目前还没有。我跟你说，我为了不露馅，每天跟他斗智斗勇，可太累了。视频一次就像跑了800米一样。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倒是没什么变化。我怎么听出了一种余情未了的调调？哪有？怎么没有？你看你现在每次提起许怀松那个样子，情绪波动的，跟18岁有什么差别？谁碰上这么离谱的事情能没点情绪波动啊？再说了，这28岁的恋爱，也不可能像18岁那样，有荷尔蒙的冲动就够了。这不光长相上要有生理冲动，相处起来要有人格魅力，还要精神上3观一致，灵魂上有所共鸣。这4个条件可是缺一不可的。我现在这点情绪波动，哪够得上什么旧情复燃？顶多也就是对青春时光的追忆，对年少时那个自我的怀念吧。不愧是作家，又是4大条件，又是追忆怀念，切割的挺清楚啊。他好歹是当年那么喜欢的人，再遇见，总有点亲近感吧。我这一天天捂着马甲生怕掉了，哪敢对他有什么亲近感啊？再说，这都已经过去10年了，他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律师，他还是别那么负责了，最好能把我的案子全都交给刘律师。那刘律师呢？你们工作也接触几天了，中间有没有迸发一些爱情的小火花呢？你别说我现在这个情况没心思谈恋爱，我就算要谈恋爱，那刘律师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。你不试一下怎么知道适不适合啊？那像我刚跟张琛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很嫌弃他，他最后怎么样？真香，是挺好闻的。您好，帮我拿一瓶这个，谢谢。怎么了？总感觉有人在看我，怪怪的。是大白天的，你要从言情频道转到惊悚故事了。挑你的吧，要哪个？跳完了。转学姐，哎，真的是你？请问你是？我是岑思思啊，学姐，你不记得我了？啊！天哪，学姐，我真的好久都没见你了。我刚刚在那边偷瞄你半天，我还怕认错人呢。哎，你毕业以后就留在杭市了是吗？这是我们大学学妹岑思思，跟我一样是中文系的。哦，这是我的好闺蜜沈明英。呀，沈学姐好。哎，我记起来了，
那时候你跟阮学姐都跟石灿在文艺部，对吧？我跟石灿是发小，我去看他的时候见过你好多次呢。看你们仨从早到晚都泡在文艺部里，真好。哎，对了，过几天他在杭市有个演出呢，你们没约着见一见？我们现在联系的不多，确实也不知道他的行程。哦，确实是他去年回国发展之后，确实挺忙的，就连家里人都很少能见得到他。但是你说再怎么忙，也不能忘了老朋友，对吧？这样，改天我约他时间，咱们几个一起聚一聚，可以吧？哎，学姐，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呀？算是自由职业吧。啊，不会是作家吧？算不上，也就是个普通写手。你呢？毕业以后找什么工作？啊，我呀，我就是在家里的公司上班呢。不过咱们学校真的是人才辈出啊！你看石灿是大明星，学姐你又是知名作家。不过我倒是认识几个网络作家，这个圈子好像挺不好混的，他们也都挺不容易的。我还好吧，我比较佛系，自己写的开心就好。啊，是，现在网络舆论环境也不太好，学姐你能看开点挺好的。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你客气什么啊，你忙。许律师，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，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。这么快啊？许律师，你那边应该很晚了，还在工作？失眠，习惯了。哦。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可能和被告认识。认识。他跟你是大学同系，低你2届。他也是恒大的。没错，他叫陈思思，有印象吗？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。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，可能都不是巧合。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：抄袭小透明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。这虚假的声明，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？1年不写东西，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？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学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学妹，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一个叫苏成的笔名啊？啊，你，学姐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是温香。直接坦白局啊！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跟你俩开庭得了。学姐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？那微博上我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呀！没，好冷静一下。学姐，不是，你看，这事儿误会大了。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，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。
是吗？哦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，学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？你看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晨是你的话，那我就早点告了。本来也是我做的不对，学姐。我也没有想把事情闹大。如果你真的觉得是误会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考虑和解。真的啊，学姐，那太好了。这事要是让我爸知道的话，他得骂死我。要是石灿也知道了，那他得多为难呀。学姐，你要是愿意原谅我的话，我一定公开向你道歉，争取消除对你所有的负面影响。我以后绝对再也不犯蠢了。你就是让我当牛做马，我都愿意。你也知道你做人不行啊，多大的事儿啊！但是和解程序我确实不太懂。和解当然要跟律师谈啊，关键我们不懂流程，万一谈错了，那不是给以后制造麻烦？也是，官司的事情也不是我们自己能说了算的。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，我明天公司可能要开一天会，我可能走不开。学姐后天可以吗？也行。那法庭那儿，我可以让他们暂缓流程，你不用担心。加个微信吧，方便我们后面联系。好。这是整理好的和苏晨的对话内容，辛苦两位律师看一下。从对话内容判断，森思思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就是温香。不一定。事情比较复杂，明天当面聊一下吧。两位什么时间方便？明天下午1点可以吗？我这边没问题啊，许律师。推迟4个小时。啊？你那边岂不是凌晨啊？时间上午都可以的，以许律师为准就好。行，阮月，那明天咱们就下午5点公司见。谢谢，Thank you，OK， 这边。哎，许律师，真是太感谢您了。要是没有您，我们这异国他乡的摊上官司，不定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。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正的保护和救济无辜者，这也是我们律师应该做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我们就是一帮穷打工的，只有您愿意公益为我们打官司，还前前后后做了这么多的工作。总之，谢谢您。出门在外，还是得靠咱们自己同胞。行，那就不耽误你工作了。我先走了。喂，哥！哎，气死我了！那个苏成竟然怂恿我起诉阮玉学姐。我发给你看。思来想去，还是建议你起诉文香，毕竟她侵犯了你的著作权。妹妹，你刚进入网文市场，不知道温香抄袭的举动会给你后续带来多大的伤害。你看到了吗？那我怎么办呀？
那就让他先证明，他就是苏城本人。许律师应该是睡了吧？他那边已经凌晨了。也是。那咱不等他了，没事。许律师不在，这不还有个刘律师呢吗？是吧？那咱接着昨天的话题聊。好。陈思思给我的感觉是有些用力过猛的，在我跟他说我是温香以后，他下巴突然猛地磕到玻璃杯上，眼睛都痛得开始闪泪花了，揉了好半天才说，不会是开玩笑吧什么的。还有，他被戳穿了以后，满脸通红，拼命的用手扇风，这些动作在当时看起来只是显得他很震惊，但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太对劲。你的意思是，他都是演的？他应该是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直接的摊牌，所以他那些夸张的动作，我觉得是为了转移我的注意力，好为自己的反应多争取一些时间。所以，我认为他还有后手。后手？会的，哪有那么多后手啊？你们这作家是不是想象力太丰富了？可是他的那些行为确实让我……许律师，你怎么回国了？你不说律所见吗？这什么呀？陈思思的后手。